女人说自己去过韩国，男人便盯上了她的胸部。不是这里，他表面说要带妻子去旅游，实际上已经制定好了杀妻计划，一张1000万赔偿的保单，就差女人签名。受益人是你，那要是我死了，你就发达了是不？莫乱讲，签字。女人想要签字，这笔却没了水，可换了一支有笔的水，男人却是满眼期望，看见下笔，甚至紧张的咽了咽口水。水哟。看着楼下的孩子，妻子忍不住的说了几句，可大海却瞬间上头，因为那正是他的儿子。他结婚之前还没有告诉妻子。大海将警察送到门口，心虚的请警察吃糖。一个敬礼之后，他才发现了身后的妻子。女人愤怒至极，发誓要跟他离婚，将所有材料团成一团，然后就扔了出去。被一起扔出去的还有那个骗子一样的男人。楼上被女人占领，父子俩只能在沙发上凑合。可网吧吸烟的很多，儿子又犯了病，女人见状便让丈夫管好儿子，不然她睡不好觉。虽说她嘴上凶狠，但还是把男孩的药扔了下来。可想了许久，她还是脚步匆忙的下了楼。你跟我走。大海还想跟着，可却被女人一嗓子喝止。上楼之后，女人贴心的打开了排风。小朋友啊，我问你每个问题，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，晓得不？因为骗人嘞，是会死全家的。经过女人的一番审问，他才算明白了个大概。大海白天看网吧，晚上搞代驾，至于什么公司副总，根本就不存在。你倒是蛮诚实的啊！我老汉教的，做人要诚实。你看到没有？你都比不上你仔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了？你今天全部讲出来，我承受得起来。听着大海倒豆子般的讲述，女人就感到一阵头疼。结婚之前还以为他有点积蓄，现在看来全是骗局。可现在他除了接受，已经没有别的办法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没得骗你。天和地，我是让你当着你仔仔面发誓，你以后都不许再骗我了。交警呼喊，大海下楼挪车。可一回网吧，大海就愣住了。看钟哥最新的身份，显然计划要进行到第3步了。我是负责网络监察工作的，我叫蒋振忠。钟哥一副干部做派，搞得大海很不舒服。他这次来的借口就是小月的擦边直播，字里行间都在说明他能给小月的直播定性，是擦边还是违规，都由他说了算。是吧？大海让老婆拿毛巾，这才有机会和钟哥说话。可如此费尽心机，却只说了一句话。偏偏这时楼上传来了孩子的声音。如果孩子认出钟哥，那一切都完了。好在还没等他下楼，大海就把他抱到了楼上。孤男寡女在楼下，钟哥更好操作。3万块的罚金返还，瞬间就让小月感动不已。张科长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了？钟哥还想多点接触，可小月却钟爱现金。看着没签完的签名，钟哥十分恼火。可现在火烧屁股，他们根本就没时间吵架。海哥，你说啷个办？多啷个办？别，女人正在直播，孩子却咳嗽起来，被打断直播，女人十分不爽，直接拿着喇叭宣布从此网吧禁烟。可大海担心影响生意，赶忙安慰顾客：悠悠是不是你亲仔了？他这样下去，病什么时候能好了？啊！你是怕他咳嗽，找粉丝听到气。见丈夫曲解自己，女人便直接拉闸。大海尝试合闸，可是却出了问题，不光灯光闪烁，烤肠机和机箱都冒了烟。而大海正在检查的时候，女人却推上了电闸。等大海再起身，眼角已经被玻璃划破。见大海从医院回来，妻子赶忙道歉，可差点就瞎掉了大海，却不肯原谅妻子。重新通电，老旧的灯光亮起，小月放上一首音乐，就准备翩翩起舞。可此时的大海仿佛充满了嫌弃一般，不管妻子的疯魔，独自的走上了楼，只剩下他自己孤单的坐在破旧的椅子上。为了孩子的健康，女人买了一台净化器，可期待中的嘉许并未来临，她得到的却是男人的埋怨。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别退了，这是那个江科长退我的罚款买的嘞，当时给悠悠的生日礼物。男孩的生日大海没跟老婆说，可只是通过 WiFi 密码，女人就能猜到。见他如此用心，男人这才不再纠结。可看着妻子给儿子的签字，他再一次动起了歪心思。还没来得及多想，网吧就走进来一群人，他们气势汹汹，正是小玉的榜一大哥。我不是镜头，他才是镜头。那父亲咄咄逼人，非要小月把钱退回来。见小月没钱，他们便直接开班，甚至还冲到楼上要拿走孩子的空气净化器。就在撕扯之间，大海被推下了楼梯。见到老公被人欺负，她直接摘下了心爱的手表。
虽说决绝至极，可还是满眼的不舍。证书、小票全都有，你可以去专卖店查。给我搬回去！打开净化器，男孩果真不再咳嗽，可大海却在此时发起了脾气。今天来个金种，明天来个银种，铜种有没得？铁种有没得？还有啥子种？过来吃蛋糕不啦？哪知道大海的情绪刚有点缓和，小月就伙同男孩给了他一个惊喜。看着嬉笑的二人，一场蛋糕大战瞬间爆发。男人正在练习妻子的签名，却刚巧被妻子发现。小月似乎是没有意识到不对，反而坐进了大海的怀中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了，一个字写的次数越多啊，你越看越不像原来那个字。我写你这个海字写了99遍，你写我这个淼字才写了40多遍，证明我爱你比你爱我多得多得多得多。他知道大海喜欢海边的房子，便鼓励他什么都会有的。男人一脸心事，看向了身旁的女人。去见钟哥回来，他再次把老婆叫上了天台，谎称直播遇到了麻烦，遭遇了别人的举报，字里行间都在逼迫妻子去找钟哥解决问题。江科长在不咯？带着厚重的礼物，小月来赴钟哥的约，可钟哥看不上礼物，反而想让小月下水。不会有学生，我没带泳衣嘞。我带了。小月换好了泳衣，可是又不敢下水，扯开毛巾，露出了一背的印子。钟哥好不容易把她拽到了水里，小月却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有了这次经历，出轨的计划就行不通了。钟哥想利用小月上车就睡的特点，制造意外的坠崖。可小月因为自己得罪了江科长，她做了告别直播。在直播中，她卸掉了所有妆容，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她情真意切，字字真诚，一时间让人看不清是演员的自传还是角色的人生。她分享着自己的幸运，说自己遇到了对的人，可那个对的人此刻却愧疚的酩酊大醉。他脚不虚浮地推开房门，交代了所有事情，把真假身份和杀妻骗保都如实交代。可他说完了许久，妻子这才转过了身。哦哟，你落到地上来了！原来小月刚才戴着耳机，大海说的他全都没听到。但是现在的情况，大海已经没有了再说一次的勇气。他带着小月还愿，以此来实行意外计划。和往常上车就睡的妻子，今天却兴奋异常。如此，假还愿就变成了真还愿。看着悬崖上的地狱，大海感到后背发凉，似乎一切业障都会在这里应验。小月虔诚的参拜，希望他们家越来越好。可大海耳边却浮现着阵阵佛音。钟哥正在臭骂大海，一坨鲜血从天而降。保险公司的经理因为贪污跳楼，下一个就是钟哥。一种无力感瞬间充斥着钟哥的全身。从来不吃辣椒的小月，此刻却在疯狂地炫着红椒。大海发出疑问，可小月却并没有回答。等下雨停了，我要出去一趟嘞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带回来给你啊。顺着瓶子上的标记，小月找到了大海钟爱的楼盘。一番商谈之际，置业经理推荐了几套低价抛售的房子，而这几套房子正是钟哥为了填窟窿才卖的。大海敲响了钟哥的房门，而钟哥则赶忙打开了煤气。大海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不做了。他只想好好过日子，陪着儿子长大。可打开房门，钟哥却是一脸的悲伤。一进门，大海就闻到了煤气的味道。关闭房门之后，钟哥就开始作死。搞定了打火机之后，他又拿起了刀子，想要跳楼，却被大海按倒在地上。哎，你莫管我了，看我，你走开！孙经理死了，接下来的就是钟哥。他情真意切，说到大海心痛不已。可偏偏这时，小月的电话打了过来。他那个想去找你来。喂，钟先生吗？我是你妈哟，叛徒！我们挂电话了。你都跟他讲了呀？没有。那他能够叫我钟先生？我明明是江科长的没？电话再次响起，钟哥赶忙躲到厨房，接通电话才知道，小月竟然看中了自己的房子。如此一来，计划完全可以进行下去。你说老天爷不让我们搞事情？没有啊，简直是天作孽！你莫多问，去搞个不在场证明，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一共17套，选一套。当真正的利益摆在眼前，大海被冲晕了头脑。他把合同藏在脚下，忐忑地返回了网吧。哪知道母子之间的小惊喜，竟然引爆了他内心那颗说不明的炸弹。说不上是什么情绪，总之他气得不行。你是病吗？天天搞啥子辣椒？你只是辣到我了，枪头有多那么大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总是好心办错事的噻。那个每会儿都好心办错事。
啷个那个都好心，把那个都错事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用水冲一下就好了嘞。是不是好点了咯？哎呀，小你今天怎么那么大火干什么？耍够了没？给老子滚！不滚！女人没有怨言，还拿出了新买的电动车，可男人却十分烦躁，敷衍了2句就走了。这个起步好快的嘞！你慢点开嘞。大海离开之后，小月就前去赴约。可让他意外的是，小月竟然也是骑车来的。他让小月坐自己的车，可小月却十分倔强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能出发。为了留下不在场证据，大海制造了车祸。钟哥则一边前进，一边在想着对策。或许是天公作美，小月的车突然坏了。就这样，小月就坐上了钟哥的车。在钟哥计划好的位置，他奋力地扭动油门，可用力过猛，小月摔了下去。钟哥在桥边摇摇欲坠，小月赶忙上来帮忙。小月啊！好了，走吧。刚处理完事故，大海就被电视吸引。一场吃辣椒大赛，他看到了妻子的身影。明明不能吃辣，此时却在大快朵颐。看到奖品的时候，大海才知道妻子为自己做了什么。下来我就想拿呀，这个。但冠军的奖品是笔记本电脑嘞，你不想要？我不想要嘞，我们家里头50多台电脑，我想要干嘛？我还是我老公嘞，他是搞代驾的不，平时就骑着破的自行车，好辛苦的。我就想给他换一个这样的电动滑板车，那他就轻松点不。想象妻子对自己的深情，自己竟然要杀妻骗保，愧疚与悔恨充斥心扉，让他哭成了泪人。这一瞬间，他终于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他骑着小车带着警察朝湖边前进时，妻子和钟哥才刚刚入水。等他赶到湖边，瞬间就开心地笑了出来。那个说自己不会游泳的妻子，此时蛙泳游得很是漂亮。小月，你慢点，想有人追不上我。大海奋力地呼喊，希望妻子能早点上岸。可此时钟哥却大喊救命，一副腿抽筋的样子。小月心思单纯，便赶忙回去救人。哪知道在碰到小月的一瞬间，钟哥就将她按进了水里。见此情况，大海直接跳了进去。钟哥还以为他是来帮忙的，哪知道大海却下了死手。有了大海的助攻，小月这才浮上了水面。见到老公被欺负，小月直接上嘴。那个骗子也有了那个好。挣扎间，钟哥的眼镜掉了。大海捞起之后，就直接分解。进口了。前功尽弃，哪个老板要多头这位？老板，这群小孩又在家了，快躲！大来，你别误会，我在讲这种意思吗？你别吃醋我的把我抓死，都白完了，你还会钱用？三人在水中纠缠之际，警察已经赶到，而江科长也沉入了水中。你啷游得那么好？我们隔壁村有个大水库，小时候我爸老带我去摸鱼，游得老好了。你只会说你不会游泳？你不懂嘞，这些是套路嘞。我那些粉丝要是晓得我会游泳啊，肯定要我直播游泳不？那我一下水，我妆不就全花了？那丑的死。经过司机指认，大海被警方逮捕。那40万的诈骗案，此时也露出了水面。钟哥陷入昏迷，有些事仿佛没发生过一般，但是有些事，那些人早就知道了。我有个兄弟伙，他才是大不如。他欠钱，让我去的骗保险金，我不答应，他都活不下去了，病得越来越重了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好好跟你过日子。百元男人给你花掉了99，每一分都是催命鬼；妖艳女人为你打进了擦边球，每一杆都是诓钱贼。爱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热烈？他说就像嘴里的辣椒那么火热，他说就像瓶里的空气那么透明。犯罪游戏里当不了成功者，能不能让我在爱情故事中做一次受益人？愿每一颗渺小的水滴都能挣脱江河的束缚，冲入海流。世间并无月渺渺，遍地皆是中镇江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